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只飞龙非常的帅啊！没错，今天使用的是吸血鬼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，那领主呢是红公爵，骑乘的是僵尸龙啊。主要呢是带的是召唤系的法术，然后还有补血，然后还有这边是技能部分是减少对方一些能力，像是物理抗性减 20%、近战防御减40%之类的。力量药剂是一次性使用在自己本体上面，那就是武器伤害跟破甲伤害大幅度的提升 50%， 就是要跟对方决一死战的时候打一次爆发性的这样。那它既然是飞龙单位呢，也是有这种龙息啊。这个龙息呢，就是看使用程度，喷得好的话就非常厉害如果喷不准或者是位置没抓好的话，那个是真的非常的惨。那我们那边暂停，先介绍一下，这次对手是矮人，所以我们这次选的非常多的这种灵体单位，我们这些全部都是灵体单位，那攻击能力呢都不差，44%的破甲伤害，然后外带冻伤，然后还有魔法攻击。不过矮人的绝大多数部队都有法抗啊，所以其实伤害讲不会算太好，但是主要是有着破甲，有破甲的话，那个针对矮人会比较有优势。矮人绝大多数的部队都是属于重甲单位，所以非常需要仰赖破甲。那我们后面呢还放了这个两队的这个恶鬼，他们就是怪物步兵啊。那这边也是有一半以上都是破甲伤害，而且它本身移动速度其实也不算慢，至少比跟僵尸来比的话不算慢的啦。这边总共准备了3队，然后呢左右两侧都放了这个天鬼大蝙蝠。坦白讲，这个大蝙蝠我自己也不太习惯，用起来真的不太习惯，因为它本身是属于空军单位，而且是非常的脆皮。这个护甲石基本上就是跟射念一样，是那种没穿衣服的。然后它跟别人打着，很快自己就会蒸发掉。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的武器威力非常可观哦，而且它的破甲伤害，原则上来讲几乎都是破甲伤害，这个算是非常强力的单位。但是它重点就是它是空军，所以对方的那种弓箭手只要稍微留意一下，基本上它会直接蒸发，它会蒸发的非常快。这个就是嗜血天鬼最大的问题，非常需要操作，而且你要非常的留意对方的远程单位现在有没有在瞄准他。那甚至你要搭配一些卖血单位，你要有人去卖血，让他去做输出。他的使用条件蛮苛刻的，我们这场就来稍微看一下怎么使用。虽然说我觉得用的应该也还算是可以啦，大概。那我这边呢是矮人，前面呢就是一大堆的矿工带着炸药包。炸药包针对于没有护甲或是护甲低的单位是蛮有不错的伤害，因为我这边可以看到它是完全可以说是没有破甲，所以打那些护甲越低的单位，这一发炸药下去会很可怕。那正中间呢，两队是铁锤勇士，非常坚挺的单位，而且它的武器威力其实也不差，就是要输出有输出，要防御有防御那种感觉。那最后更正，前排最两边的单位是屠夫。那屠夫就是知道，就是主要就是用来反大型的而且他除了反大型外，屠夫还有这个能力，永不会散，所以他去牵制对方的时候，效果基本上也不会太差。那中间呢，两队的是雷鸣枪手，非常好用，也可以当做防空单位。对方如果有空军过来的话，雷鸣枪手一次的集火会造成非常重大的损失，而且它也是一个破甲单位。
破甲伤害非常高。那正中间呢是符文领主，那我们看，主要是带的是一个是缓速，减缓对方速度的符文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加护甲，短时间内提升护甲，跟对方有一战的能力。那后面这边是带的是2队的风琴炮，风琴炮主要就是它有着不错的破甲伤害，然后它本身其实我觉得用起来真的很好用。它的命中率我觉得算高。好的，我们开始进入战斗。那刚开始呢，就是这边在变换阵型啊。那我方这边呢，也是要慢慢的切入，但是这2个大蝙蝠要小心使用。我只能说，小心、小心再小心。它真的是太过于脆皮了，脆到我觉得完全不像话。坦白讲，这个平常我根本是不会出啊。我们看一下他这一发，哦，还好，因为距离够远，其实比较没有任何的危险。好的，这边率先切进哦，那就是屠夫跟幽灵单位打了起来。哇，不过屠夫真的战斗能力非常的强悍啊，这边。幽灵单位扣血扣非常多，然后炸药包扔了出来。哦，这个幽灵单位直接被炸开，这一队直接可以说是直接没了哦。那炸药包其实炸幽灵单位也是蛮有效果的。然后我们这边直接下来抓哦，抓对方的风琴炮。然后我们这边他的雷鸣枪手针对领主在攻击，然后。刚刚原本有2队这边召唤了1队的破战士去缠住对方雷鸣枪手，那这样子主要是让他哑火啊，打不打得赢是一回事。然后2队的大蝙蝠抓退对方2队的风琴炮，这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消息啊，毕竟那是他们的主力输出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尽可能的要把雷鸣枪手处理掉啦，雷鸣枪手算是他们第2大威胁的东西。然后这边右下来开始抓对方另外1队雷鸣枪手。我们看一下哦，2队的嗜血天鬼打雷鸣枪手会非常恐怖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扣血速度非常快速啊。好的，我们领主刚刚把雷鸣枪手还没打退，但是召唤了1队单位去挡住，去卡住对方的雷鸣枪手。好，这边幽灵单位刚把对方那边单位处理完了，现在再过来，也在贴雷鸣枪手，尽可能要把雷鸣枪手全部解决完。好，这边嗜血天鬼打了一个背袭哦，打对方的屁股。现在这个矿工是属于包夹状态，他会争霸的非常快哦。还有铁锤勇士也算是被包夹哦，基本上。这2队被打屁股会很快就会蒸发掉。好，打着，因为看到这个毁灭战士过来，先离开再说。毁灭战士不是那么好惹，我们要先尽可能的去贴他，然后等等再做一次偷袭。啊，这边风琴炮单位回来了，不过他好像去找炮架，不过没关系，等下嗜血天鬼下去抓他，等下就可以蒸发。那我们红公爵呢，现在被对方的矿工给缠住了，应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操作到，所以让对方有空档去贴了上来。好，想要拿炮架，但是嗜血天鬼下来直接把他抓退了。那我们这边又再一次先离开，先去别的地方打。我们这边尽可能的先卡住，不要让对方的雷鸣枪手有机会开枪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因为他的输出太可观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嗜血天鬼下来抓对方的铁锤勇士，他正在想要去前往支援，抓对方一个偷袭的时间。哦，铁锤勇士现在也自身难保哦，因为是两队的嗜血天鬼。然后刚刚一发龙袭下去喷对方的毁灭战士，但是位置没抓好，喷的不是很好。然后铁锤勇士就直接顺利的抓掉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搭配了一些恶鬼抓对方的毁灭
战士。好，这边还召唤了一队僵尸哦，尽可能的去制造更多肉盾去抵挡伤害。那毁灭战士其实在这么多单位的围剿下，很快就蒸发了。好，那这边打完，刚刚这边小坨的巨战也取得一个成效，那最后就结束了。好像剩下，因为对方是那个有单位是永不溃散的，对，毁灭战士他这个是永不溃散的，所以他站到最后一兵一卒，我们加速直接过去，因为最后就是大家全部上来围殴他，把他打完，这样子。嗜血天鬼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使用了，你尽可能要去提防对方的空军，或者是对方的远程单位。因为它的造价是1050块，坦白讲，如果你真的要去跟对方去做一个交换的话，你要想办法打出1050块以上的价值。你不要说是直接贴上去，然后没有注意到，然后被对方其他单位贴一些，然后你就不见了。嗜血天鬼的攻击力其实是非常非常高，但是你要抓对，你要好好抓目标。而且怎么讲？主要其实基本上主要提防就是远程单位，因为他在空中飞的话，比较没有人会去拦阻他，很少空军单位会去做对咬。当然也是有，如果对方也是有出空军的话，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对咬的状况。不过空军对咬，除非是单体巨兽，要不然其实嗜血天鬼优势都还蛮大的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